上一期我们体验了这台智界 S7，它的智驾功能确实挺智能、挺好用的。那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自动泊车这一块啊，我们用平时遇到的一些常见的这个停车场景，还有一些很坑爹的一些停车位，来考验一下这台智界 S7，看看它能不能顺利通过，停得快不快，准不准，实用不实用。马上开始。先来点基础的啊，我们看看在这种正常的停车场，这种标准的停车位，它停进去啊，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相比我们人类驾驶员啊，是不是更省时、更省力？好，我们用一个秒表来计时。行，我们现在打到倒档 ，OK， 已经识别到了旁边的一排车位啊，这个识别速度非常快。好，我们现在随便选出一个，好，开始计时，开始泊入，开始泊车，注意环境安全。哇，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呀。一把劲吗？哇，25秒，25秒6，已完成。实际上他最后修了一下，他不修一下25秒就可以泊完。我们下车看一下什么情况。好，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停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板板正正的。那你除了停进来之外呢，它还可以泊出，比如说我现在要让它开到外面去，开始泊出，开始泊车，注意环境安全。好，它自动帮我开出来了。这样的话，如果你担心旁边车多有什么剐蹭之类的 ，OK， 自动帮我们开出来了。泊出已完成。而且它这个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有一个自定义泊车，看到没？它这个自定义泊车也挺有意思的啊，它可以你自己去选，比如说这个地方如果不是非常标准的停车位啊，可以去选啊。那我们等会儿我们在社会道路上我们可以体验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看有没有附近更难的停车位，给它试一试。好，我们继续升级难度啊，到第二车库来碰碰运气。这个车位很多女司机应该会比较头疼吧，这个我停应该也是难度比较大的。好，它现在已经成功识别了啊，我们来试一下，挑战一下这个旁边是墙啊，一边是一个车紧贴着这个停车线的，我们试一下，看看这个智界 S7 能不能搞定。计个时，好，开始。开得非常小心啊，前面是个柱子，这边是个车库的卷帘门的这个墙，然后这边是围墙，那边是车，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啊。刚好呢我也没有贴边啊，所以他现在在慢慢找感觉。OK， 就这个柱子还是比较头疼的啊，前面这个柱子还是挺让人头疼的。好。两侧狭窄，正在收起后视镜。它自动收起后视镜了，这个有点贴心呐。OK， 泊入已完成，1分10秒完成了这一个难度很大的一个停车位的这个泊入啊！哇，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就是它自动把这个后视镜折叠起来，这我们人类驾驶员是做不到的。这个车位其实不仅是泊入啊，其实泊出的难度也是很大的。我们来再用它的泊出功能试一下，打开智能泊车，好，泊出已就绪，请点击开始。我们现在呢要向左开出，好，开始泊车。那我们还是注意环境给它计个时啊。这个泊出的难度主要是就在这个柱子还有这个柱子，我们需要在它两个之间这样腾挪，才能把这个车的位置给它摆正到的时候呢也要防止后面的车剐蹭到。所以其实买这个车位的车主，我觉得应该是每天挺心累的。OK 了。那如果你买的是这样的一台车啊，我觉得那这个车位还是可以买的没有什么难度。到现在为止这个没有难到智界 S7 咱们还得上强度。那刚才这个停车技巧也适合去对付一些卧龙凤雏一个停的特别左，一个停的特别右，把你夹在中间。那其实这还不是我最怕的，我最怕的呢就是我身后这个侧方停车位。好，我们现在先来识别一下车位。OK， 现在已经成功识别了，开始泊入。好，开始泊车，
注意环境安全。哇，很丝滑呀，这我可达不到这个水准啊。注意剐蹭风险。这是一个没有前后白线的一个侧方停车位。哇，投入已完成。34秒，34秒，基本上和我今天这个测试这种空旷停车场的标准停车位也就差几秒钟的时间。那你让我自己一个人在这种车位的话，我绝对是做不到这个成绩的啊。所以这个功能确实，还是非常实用的啊。再找找有没有难度更高的车位。那在我们平时的时候啊，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异性的停车位啊，比如说，我前面这个位置，呢，其实它如果我想要这样侧方位停进去啊，可能是不够的。那我可以试一下它这个自定义停车啊。你看这个自定义停车，我如果是按照侧方位停车的这个规划，它是规划失败的，因为它的前后这个间距不够啊。那怎么办呢？那我当然可以这样头插进去是可以的。那我今天给它上点难度啊，我们让它车屁股倒进去，看看它能不能搞定，好不好？来，我们同样来计个时。开始泊车，好，注意环境安全。开始。可能会被路人鉴定为社死瞬间。OK。哇，注意剐蹭风险。非常完美的停在了我们想要让它停在的位置。也就是说呢，这台智界47啊，它不仅仅是可以去停到一些它识别出来的车位，它也可以去停那一些你指定的车位，不管它地面上有没有实线啊，有没有停车位的标识。这个是不是还挺不错的？没想到啊，今天试了这么多种车位啊，没有一个难住这台智界47的。不行，我得拿出我的杀手锏了。那我在智界 S7 它的这个自动泊车的考试的时候，其实它是明确不建议我们在这个立体停车库使用这个自动泊车的。我就要用这个立体停车库来试一试这台智界 S7 它的极限。好，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商场的地下车库啊，它这个里面是有这个立体停车位的，它很多车位它是识别不了的，但是看见没，这个车位还有刚才这边这个车位它是识别了的。那我们机会来了啊，我们来考验一下它。怎么说？又没了，别触啊，华子。确实啊，它这个立体停车位它是没有识别出来的，但是我们今天来挑战一把，我们把这个位置选好。路径规划失败，哪里有问题呢？我们试一下看看。那也就这样了。那今天这个立体停车库的这个停车啊，是宣告失败了。我们终于是找到了难住这台智界 S7 的办法啊。好了，今天整个体验下来，这台智界 S7 它的智能泊车功能，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啊。除了极限的挑战啊，就是这个立体停车库没能完成。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极窄停车位的时候，那我能停进去了，已经没问题了。那人怎么出来呢？对吧？所以目前在它的这个鸿蒙智行的这个车机这个 APP 里面呢，还没有这样的一个遥控泊车的功能。这个我估计在后面的 OTA 还会继续的升级的。那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智能泊车系统相比这个智驾系统我觉得对我们普通消费者的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呢，它把一个过去很鸡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真正变得可用而且好用了。好，那接下来还有哪些你们感兴趣的功能，或者是关于这台车的疑问，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们的智界 S7 的长测还在持续进行中。有趣有料，欢迎关注汽车天涯。